他们没忘记他有多少钱。请看今晚直播揭晓。演化不再是上帝的专利，而是国家的终极武器。打开魔盒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血脉里。记得点赞关注哦。他们曾经决定众生命运，现在连昨天都不记得。冷战双雄的最后一战，不是跟敌人打，是跟自己的大脑。他忘了他们为什么离开，他们没忘记他有多少钱。请看今晚直播揭晓。演化不再是上帝的专利，而是国家的终极武器。打开魔盒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血脉里。记得点赞关注哦。他们曾经决定众生命运，现在连昨天都不记得。冷战双雄的最后一战，不是跟敌人打，是跟自己的大脑。他忘了他们为什么离开，他们没忘记他有多少钱。请看今晚直播揭晓。演化不再是上帝的专利，而是国家的终极武器。打开魔盒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血脉里。记得点赞关注哦。他们曾经决定众生命运，现在连昨天都不记得。冷战双雄的最后一战，不是跟敌人打，是跟自己的大脑。他忘了他们为什么离开，他们没忘记他有多少钱。请看今晚直播揭晓。演化不再是上帝的专利，而是国家的终极武器。打开魔盒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血脉里。记得点赞关注哦。他们曾经决定众生命运，现在连昨天都不记得。冷战双雄的最后一战，不是跟敌人打，是跟自己的大脑。他忘了他们为什么离开，他们没忘记他有多少钱。
好啦，今天直播就这么开了哦。那我个人觉得今天这个直播呢，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直播哦，因为基本上，就跟男性一定会遇到射护腺问题一样，几乎所有的人类都会遇到失智症。你要么死，要么失智。而且失智症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非常悲哀而且无奈的。你去看一看所有的故事，所有描述失智症的这些过程，没有一个是喜剧或是有光明的 ending 的，因为它不会有。它就是人类的退化、退化再退化，而且越聪明的人受伤越深，越爱你的人受创越深。所以今天是一个很伤感的直播，而且我这样讲，上次我们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说家里也有类似的状况。我讲直接一点，几乎不会有人没遇到啊。失智症很大一个问题是它太普及了，你没有遇到，只是你的家人还没有到那个时机，只要他活得够久，几乎逃不掉。那所以这件事情哀伤就哀伤在这里，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做这个直播只是讲某一个小地方的一个过气退休的政治领袖，不是，实际上大至美国、英国、日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受到失智症的影响。你看龙龙九说家里面正有这种状况啊。我们先这样讲，从最新的消息开始讲起。2026年初哦，日本前首相菅直人的夫人公开证实，79岁的菅直人已经罹患了失智症，被认定为要戒护3级，而且他完全不记得311大地震的时候自己身为首相的决策过程。然后蓝营还有谁？李宗贵。你可能不知道，李宗贵以前非常聪明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他也是失智症。美国前总统雷根、前首相柴契尔都受到失智症的折磨。这不是八卦，今天要讲这个不是八卦，是每个人都要学的这一堂课。你现在没有是你幸运，但是你要开始学，你要开始想办法。那所以当一个曾经手握权力、决策影响千万人的人开始忘记了谁能保护他，谁来保护他，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我们只能好好的往下走。不是林玉芳，是林芳玉。来 ，Bruce Wang 北京说：“我来履行承诺。”这个话题真的不是政治，是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相关，真的。龙龙九说：“请支持萤火虫之墓的糖果铁盒担任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所以各位有注意到，我今天的目标呢，根本上是不可能达成。1500我定50个，怎么可能？我只是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认真听，低调听。想办法做笔记，然后你觉得讲不错的话，你随便抖内都没关系。没有目标，没有目标，你就记得按赞，你就记得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事情你不深入研究，真的不知道有多少麻烦。今天的定场诗真的很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它就是描述现况的定场诗。半生运筹帷幄间，一朝忘却旧江山。将相不敌脑中物，亲信趁虚门关。莫笑人间多健忘，问君家中可曾防？今日我说别人事，明日谁替你烧香？各位观众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的内容我刚说过是很沉重的。这个题目跟地缘政治无关，跟飞弹无关，跟中美博弈也无关，但是它可能比上面所有东西加起来都更直接的影响到你和你的家人。龙龙九说他们家有
这样子的状况。Bruce Beijing 也说他有遭遇到类似的状况。我今天要讲的是 dementia 失智症。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朱璇，你是不是没题目了？怎么开始讲医疗了？不是，我是因为最近看到太多新闻、太多案例、太多本来手握权力的人，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人，晚年却被这一个病吞噬，然后他身边的人不是在保护他，就是在掏空他。我今天要讲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真实的，有新闻来源的，有医学依据的。而且我跟你讲，今天这一集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叫做预防教育。我不是在八卦谁谁谁失智的，哈哈哈，真可怜。不是，我要告诉你，失智症这个东西呢，它不挑人，它不管你是前总统、前首相、前院长、前教授，他来了就是来了。而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他来之前，把防火墙建好。各位先想一个问题，你家有没有超过65岁的长辈？他最近有没有开始忘东忘西？然后你跟自己说，老了嘛，正常。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说法，可能会改变这个想法。我希望你改变，我希望你有不一样的想法。Dementia 是一种疾病现象，不是正常老化，不是单一项疾病，是一群症状的组合。症状不单纯只有记忆力衰退，会影响到其他的认知功能、语言能力、空间感、计算力、判断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各方面的功能退化，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干扰行为、个性改变、妄想或是幻觉等症状，严重程度足以影响其人际关系跟工作能力。台湾的卫福部委托国家卫生研究院做的全国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65岁以上长者失智力的盛行率是在台湾是7.99%，那失智症盛行率在女性中有9.36%，高于男生的6.35%。台湾失智人口已经超过30万人，而且随着年龄倍增，随着年龄的增加，65岁、75岁、85岁会呈现倍增趋势。Misaki 说：“谢谢朱大总是会诊资讯提供分享，你很棒，加油！来认真听一下，这个题目真的很沉重。”谢谢 Misaki 7024。那我们先讲忘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先帮大家把医学的东西讲清楚啊，不然后面的案例你会听起来觉得那就老了嘛，对不对？我也常常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啊。可是不是，失智症有一系列的变化。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院长、神经内科医师胡朝荣讲得很清楚，医学上没有很严格定义所谓的忘记，因为大脑会把记忆做各种分类，临床上主要分成2大类。短期新记忆，第二长期记忆。什么意思？你的记忆力机转是你的专注力要够，让大脑暂时储存，放到永久记忆区，以便将来再去提取。永久记忆区，我们随便举例，就有点像是银行的金库，放进去啊，要调很难。所以记忆力在脑中的线路是很复杂的。失智症Alzheimer 阿兹海默症只是其中一种，最先出问题的就是新记忆。你刚刚跟他说的话，他转头就忘了，但是他50年前的事情初期通常还记得。一定有人会说，那我老爸也常忘记啊，难道他也失智呢？不对，正常老化的人忘了一件事，专心想想还能想起来，但失智症的人再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而且这种记忆力缺失会一直恶化下去，基本上无药可医，这个才是悲剧啊！嘎嘎咪咪口说，想到 Elon Musk 最近访谈说，未来最重要的5大课题之一是保持健康，要活到未来医疗科技发展出来可以治病那一天。不知道未来哪一天失智症会有药可医，目前没有。除了短期记忆出问题之外，还有2个东西你要注意。第一个，轻微认知障碍，本来会做的事情
慢慢不会做了。明明认识的路，出门却迷路了，因为他完全忘记是什么。而且这个老人很无奈的，就他原来可能叱咤风云，就走出门记不得怎么走。第二，轻微行为障碍跟情绪跟社交礼仪有关哦。以前是有礼貌的人，突然变得无理取闹；以前是脾气好的人，突然暴躁多疑，看谁都不顺眼，常常会提以前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六亲不认，以前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可是杀四方，看谁都不顺眼，因为他失去了短期之内对他好的人。那医生说，如果是那种情绪上有明显转变的，主要是额颞叶失智症。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失智症百百种，失智症不止一个。额颞叶失智症的患者，很多时候他的记忆力还没有坏到离谱，他很多东西还记得，可是他的判断力跟信任边界已经崩坏了。这代表什么？他看起来可能还很正常，讲话还有条理，但他已经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想想，这如果发生在一个手握巨额资产或者政治影响力还在的人身上，会怎么样？我们后面会告诉你答案。那特定当事人除了已经被新闻报道的事情之外，我们不会提，因为这个东西有侵犯人家隐私，而且我们又不是医生，我们哪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举2个，布鲁斯威利算不算值得讲？但我这一次没有举布鲁斯威利。华0514说，目前我家人全中。龙龙九说，今天早上起床坐在客厅，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只会坐着发呆，得要旁人提醒洗脸刷牙，才知道要去浴室做这些动作。这可能已经进到中晚期了。我们先讲雷根与柴契尔，他们是冷战双雄，对吧？一男一女，协助整个世界度过冷战，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2个案例啊。以一说有一个相声梗，什么都记不住的人活得比较快乐，只能这样想，也只能这样子。第一个例子，美国前总统 Ronald Reagan， 雷根1989年1月卸任，1994年11月卸任之后5年左右，他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全体美国人民，公开宣布他自己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那封信最后一段写了什么？他说：“我现在开始踏上生命旅程中通往夕阳的路途。”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在1994年，雷根还有足够的认知能力，知道自己正在失去认知能力。他做了一个决定，趁我还记得我是谁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然后他又活了10年，到2004年过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认识你的家人，他的家人。所以想一想，如果雷根当初没有公开，如果他的家人选择隐瞒，你觉得那10年间会有多少人试图利用他的名字、他的影响力、他的签名，创造出各种各样不应该发生的新闻来？第二个，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柴契尔夫人，她把苏联跟福克兰群岛打不服气呀，但是她晚年呢是饱受血管型的失智症困扰。她女儿卡罗后来受访说，柴契尔夫人呢到晚期常常会把刚发生的事情跟10几年前的事搞混，也就那个时间轴对她来讲已经是片段断裂的。有时候她会忘记她老公丹尼斯已经过世了。每次被提醒，好像重新经历过一次丧夫之痛一样。血管型失智症跟阿兹海默不太一样，它通常是因为脑血管病变、中风或微中风造成的，退化的方式也不同。它不是像阿兹海默那样平滑的往下掉，是阶梯式的，啪掉一阶，然后稳定一阵子，然后啪又掉一阶，因为它的血管
衰退或是坏死，或者是那个神经线连结是一区一区的坏的。柴契尔2013年过世，享年87岁。这两个案例告诉你一件事情：失智症不管你有多聪明、多有权利、多有意志力，它是大脑的物理性退化，不是你意志不够坚强。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越聪明的人，失智越不容易被发现。你听我讲这样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高教育、高智力的人，大脑有所谓的认知储备，就像一台引擎马力特别大的车，坏了2个气缸还没跑，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开了100公里了，然后它2个气缸坏了，就噗噗噗噗噗慢下来，但不会马上停。所以旁边人会觉得，哎，他讲话很有条理啊。殊不知啊，他的大脑已经在严重萎缩了。而且等到症状明显到连旁人都看得出来的时候，通常已经错过黄金治疗期。不是因为聪明人比较会掩饰，谁生病了硬是要掩饰不告诉别人，不是这样子的。那他真的就是有储备，所以可以用比较久。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人物、企业家、教授、医生这些所谓的高成就者的失智特别危险，因为他们的认知假象会比一般人维持更久，你分辨不出来的。我们这样讲，分辨不出来，不一定表示他没有病，也不一定表示他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不会讲。那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只能这么搞定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麻烦。来，贾斯汀邦说，首先为了我昨天轻蔑的玩笑，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家父以前的公司主管，一对夫妇都是高阶主管，其中太太一退休，瞬间变得失智，高高的地位与累积很久的财富，遇到这样的状况，瞬间变成什么都不是。大家真的要好好保重。刘梯两说，今天的话题很有感，想到公司副总还在问2周前的专案进度跟会议讨论，副总该吃药了。我跟你讲，那个不是要不要吃药的问题。是他接下来要怎么活？如果他真的是失智症的话，不然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比较鸡巴的高阶管理者而已。那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不跟他说实话，你有业要背负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真心是很特别的状况。Bruce Wang Beijing 说，我觉得还是不要把年轻人跟中年人因为工作生活带来的精神压力大引起的健忘跟失智症联系在一起。这对真正的失智患者不太公平，所以我们这样讲，雷根写的信还是很漂亮的。他说：“我现在开始踏上生命旅程中通往夕阳的路途。我知道，对美国而言，前方永远有灿烂的黎明。但他可能没有意料到，后来有一个很崇拜他的人叫做川普上台。”那雷根是死在2004年6月5号过世，享年93岁。也就是他确诊之后呢，又存活了10年，又活了10年，这不是一个很快发展的疾病。那 Margaret Thatcher 实际上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再这样讲，兼职人我也是这一次做功课的时候才发现的。兼职人你知道啊，他就是一个311时候的日本决策的首相。那2026年1月才爆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就2011年，好像今年311大地震大概15年吗？19年不对啊，16年要访问他的时候，菅直人是日本第94任内阁总理大臣。311大地震的时候，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福岛核灾、海啸、万人死亡，所有的决策、所有的压力、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2024年10月，菅直人说：“我从政坛隐退了。” 2026年1月，也不过大概将近2年左右，记者吉川健二去拜访了菅直人在东京多摩地区的家，就是他其实没有先约，他就直接跑去敲门。开门的是菅直人的夫人生子，80岁了。生子说了一句话：“菅直人现在已经进入了涅槃。”记者以为他在开玩笑啊，生子接着说。菅直人在2025年7月骨折住院之后，认知症开始发作，被认定要介护3级。日本介护保险的分级制度，3级代表中重度，也就是日常生活需要全面性的协助。这个很严重啊！而且我跟你讲，其实他这个文字描述，我认为不太对。多半不是什么跌倒之后开始发作，是跌倒之后你去医院做了全面性检查，你才发现，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的问题。那最让外界震惊的是，菅直人已经完全不记得311大地震的时候自己做过什么决策了。你想一下这件事情的重量，15000人死亡，福岛核电站爆炸，全世界盯着日本，而站在风暴中心下命令的那个人，他忘了，不是他不愿意记得，不是他在逃避，是他的大脑已经无法提取那段记忆了。生子夫人说，311相关的采访邀请不断，但菅直人已经什么都回答不了了。他还说，认知症也有很多等级嘛。他没有到四处游走失踪的程度，他还认得家人，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去街上吃拉面。立宪民主党的福山哲郎参议员跟生子通了电话之后，在社群媒体上引述生子的话，报道是真的，隐瞒也没有用。后来另一家媒体报道更详细，生子说，菅直人在隐退前1年多就开始出现了认知症的症状，短时间内反复对儿子问同一个问题。隐退之后，医师正式确诊。你知道最令人感慨的是什么吗？我访问过菅直人，当年菅直人来台湾的时候，某饭店是封了一整层，只给他的随扈，只给他的邀约的记者跟他朋友去。我去那边做过访问，我问他当年的决策是怎么样，他那个时候看起来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在后生大臣任内揪出要害艾滋隐匿案，他是那个敢跟官僚系统硬碰硬的人。然后现在这个人呢，每天的生活呢，就是看电视，偶尔出门散步，去吃个拉面都没有问题，跟2只猫待在家里。生子说的很平静，他老婆说很平静，他说烦恼都没了，涅槃。我没有嘲笑这件事情，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曾经站在国家最高位置上的人，在失智症面前，就跟你我家里的老人家一样脆弱，没有办法抵抗，没有办法抵抗。差别只在于他身边还有一个清醒的人，愿意公开的，愿意保护他的家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运气，不是。台湾的政坛，就我所知，很多这样子的人，但是家人不公开，他们觉得就善终吧，就这样子吧，所以没办法。
Leon Wei 说：“朱，我在看你直播的当下，坐在我正对面就是我失智的妈妈。虽然妈妈是被诊断出是轻微失智，但有时候发病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无奈。我跟你讲，轻微失智还好，你有机会多跟他相处，多带他出去逛一逛，也许他的记忆力不会失去那么快。但如果你把他丢在那边不管了，就没办法。是的。”呀 ，Emily 一样说，治疗不治疗其实都一样，没用。我只能说要珍惜跟你的父母最后相处的时间。治疗是没用，但你可以多留一些记忆回来。这很感慨，请各位好好哦。ABB7049失智能提告吗？自己去关我屁事。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请大家思考。你知道确诊初期呢，兼职人还可以维持下围棋这些嗜好，生活还能自理。但是2025年8月独自外出时，因为雨天滑倒，造成左大腿转子部骨折，大概是髋关节吧，住院1个月，症状就急剧恶化。再来，Bruce Wang 北京说怎么预防嘛，或者早期介入，延缓病情的发展速度。我后面会讲。我们在讲李宗贵，这是台湾的案例，而且他直接告诉你，失智之后最危险的人不是外面的诈骗集团，是你身边的人。李宗贵85岁，曾任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救国团主任、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真善美基金会董事长。她的丈夫呢是前司法院长施启阳，夫妻俩全情一时，膝下没有子女。2019年，施启阳过世之后，李宗贵的健康每况愈下，罹患了失智症。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镜周刊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做这个系列报道，标题叫做“亲信吸干蓝大佬”。李宗贵的贴身秘书范江群力以及施启阳的前随扈严冠志被李宗贵的家人指控联手掏空资产，转移房产、变卖股票，数千万元转入基金会。李宗贵的家人向法院申请了监护宣告获准，然后提起刑事告诉。你要注意一个细节，李宗贵在失智之前，你只有做过一件事，他签了议定监护契约，指定他的堂侄来当监护人。结果呢，堂侄接手监护之后，法院发现他把李宗贵从他住了几十年的台北星光路老家带走，搬到自己母亲家的阁楼 penthouse， 不是那种豪华的 penthouse， 是那种很穷逼的 penthouse。你想想看，一个85岁的失智老人住在阁楼里，每天就是看电视，不出门，不晒太阳，不跟外界活动。法院认定李宗贵在堂侄照护下长达1年9个月严重退化。台北地院最后废弃原裁定，改由律师、会计师以及原先的学生跟随扈共同担任监护人。问题还没完啊，秘书那边说什么？所有安排都是李宗贵本人的意愿啊。然后堂侄又说秘书搬空资产，两边互告。所以你看到了吗？失智不只是忘记，失智是一场战争，围绕着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名字、你的决定权的一场战争。
而且我跟你讲，最残忍的是啊，李宗贵，巴黎大学博士，外交系教授，堂堂国民党副秘书长，这么聪明的人，在失智前面一样束手无策。他甚至有预立议定监护，但选错人，结果一样是灾难。这个报道出在《经济周刊》343期，请各位有空的话去看。因为增加晒太阳时间很重要哦，很重要，好不好？来，这个也是小弟在北监的时候另外一则新闻，林芳玉。那个 Emily Young 说到后期吞咽功能也会慢慢退化，我妈现在吞咽就大不如前。我跟你讲，那个吞咽功能退化是因为她的肌肉也忘记使用了，所以你知道在肠燥的领域里面，喝水要加增稠剂哦，要加增稠剂，就是它把它搞得类似布丁，不会呛到，不会随便流到你的气管里面，那就是这样子啊。我家亲戚 Karen 说，我家亲戚老先失智症发作时，怀疑老婆把老婆打到鼻青脸肿。另外一位老先是吃肥皂，吃自己拉的排泄物。失智症发作时没有特定的症状，真没有。林芳玉这个案子啊，大概是所有例子里面最让医界震惊的一个，因为林芳玉是心脏外科权威，历任台大医院院长、台北荣总院长、亚东医院院长，史无前例的担任过3间医学中心的院长，他也做过卫生署长。他的儿子啊是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林之诚，他的太太呢是整形外科名医林静云。2020年呢，林芳玉75岁，他从亚东医院退休，本来打算投入这个教育后辈的工作，结果被诊断出失智症。到2025年中哦，他的太太林静云出了一本书，叫《谢谢你留下来陪我》。书里面写了什么 ？Dylan Hamilton 讲没错，我有路斗账号了，才10几个粉丝，就是没人理我，不然怎么样？好，林芳玉失智之后会出现认知混乱跟记忆退化，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没有办法辨认跟自己走了一辈子的老婆林静云。林静云在书里面说，我讲什么他都不懂，也不理我，我很难接受。一直问他，你是外星人吧？你把我先生藏去。有一次呢，林芳玉去大安森林公园散步，走了13圈，就是最大范围的那个13圈，30多公里。林俊云跟女儿孙子陪到走不动了，他还坚持继续。另外有一次呢，他因为摔倒卧床，并发了严重的褥疮，像鹅蛋那么大，深可见骨。因为你不懂得怎么翻，你不会翻，甚至你的身体没有告诉你要翻。我跟你讲，我在北监那个时候有出去住院，部立桃园医院9B 病房门口都是用铁栏杆，你躺上床要上手铐、上脚镣，那里面大部分的病患几乎都有褥疮，因为他躺着不会动，你帮他翻身，他马上就压回去了。把他翻身就压回去了，所以没办法。那更惨是林俊颖怎么办？她亲自帮丈夫做清创手术，就是那个褥疮啊，因为里面都烂了，你不弄它就败血症，它就那个腐坏会扩张，所以他自己帮他清创，跟在战场上一样。他说那是他行医以来最困难的一刀，因为情绪完全控制不住，眼泪一直滴到伤口上。来，你听听这个故事，一个心脏外科的顶尖手术室，一个率领3间医学救过无数人命的人，
他现在每天做的事情是练国小数学题。精神科医师沈正南看了书的4月版之后，你想象那个当年在讲台上面教我们心脏外科学的教授，竟然成了一个每天练习国小算术的大孩子，这不是悲歌啊！林靖宇就是他的夫人自己讲，还是上帝在发的，我们可以决定怎么玩。但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教训是残酷的。就算你是医生，就算你比任何人都懂大脑跟身体，失智症来的时候，他不看你的名片，他不看你的背景，他不看你的智商。而且林芳玉的案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退休之后才发病。也就是说，在他担任院长的最后几年，可能已经在大脑里面累积病变了，只是他的认知储备太强，扛住了。你回头想一下，我刚才讲的，越聪明的人越不容易被发现，就是这样子啊。接下来要进入另外一个段落，忘了之后，谁会趁虚而入？前面我们讲了医学原理，讲了国际案例，讲了台湾案例，我们接下来要讲最重要的一章。这一章不是在讲失智症有多可怕，这一章要讲的是在失智症之后人际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先讲一个你一定见过的现象，一个老人家年轻的时候精明能干，跟某些人翻过脸断过交，可能从此你以为他会跟他老死不相往来，那些人可能是以前的部属，以前的朋友，以前的生意伙伴。老人家清醒的时候对这些人是有防备的，知道这些人不能信任，以前到现在合作过，次次被出卖，次次被破局，然后老人家开始失智了。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些本来已经被赶走的人开始回来了，他们带着礼物回来，带着笑容回来，带着我一直很担心您啊，我要回来看看我的老长官。失智的老人家呢，他忘了当初为什么跟这些人翻脸。福马，你干嘛一直喷嚏呀？他忘了当初为什么跟这些人翻脸，他只记得这些人，以前跟我很熟，以前是我左右手啊，以前跟我一起闯荡天下。看到这里，各位很多人应该就懂了，失智症最大的资安漏洞不是记忆力下降，是信任边界的崩坏。一个正常人会记得，这个人以前骗过我，他骗过全世界，那个人曾经背叛我，这件事情我跟他讲过不要做。失智的人呢，这些负面记忆会比正面记忆更早消失，因为负面记忆通常是比较晚期、比较复杂的社会判断，而这正是失智症最先攻击的区域。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幸福？你越讨厌的人，越仇恨的人，越容易把他忘记。结果就是，老人家开始对那些本来已经不该信任的人重新打开门，而那些人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就是阴谋家，他们就是等到你有一天就会放松期待，就会忘记。你干嘛叫啦？乔巴，没事，好不好？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举一个结构性的例子，假设你有一个长辈，以前跟某个老朋友因为财务问题闹翻了，长辈非常生气，跟所有人讲说不要再让那个人进我家门。3年之后，长辈开始失智，那个老朋友重新出现了，
带水果来探病，嘘寒问暖。长辈说：“哎，你好久没来啦，坐。”他已经不记得为什么要生气了。然后那个人开始帮忙处理事情，带长辈去银行，陪长辈签文件。你觉得故事的结局在说什么？会怎么样子演变呢？这种情节在台湾相关协会的案例库里面呢，多到你不敢相信。根据监察院的人权报告，失智者相关的诉讼在11年内增加了17倍，17倍哦。其中大多数是跟什么有关？是监护权争夺、财产转移、遗嘱问题，而且更讽刺的是，还有一种叫做知情权剥削，就是子女或是身边的人滥用失智长辈的硬件去投资、去转账，连银行账单都不让老人家看到。老人家对自己的财务安排完全不知情，你说这跟被偷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提醒所有观众，如果你发现家里的长辈开始失智，然后突然有一些以前已经断了联系的人又开始频繁出现，嘘寒问暖，主动帮忙处理事情，你要立刻拉警报。因为失智长辈已经失去了辨识这些人动机的能力，他只记得这个人以前对我好啊，这个人以前跟我合作无间呢，却不记得这个人后来骗了我。这是失智症最可怕的副作用，不是忘记过去，是忘记危险。所以刚我们有那么多网友家里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你真正要思考的不是怎么样治好，因为多半治不好。但问题是你要小心他不要被诈骗集团骗，不要被身边的亲友骗，不要被那些有过去的恶质行为的人骗。因为失智初期患者会先对近期的复杂社会判断提取能力先下降，而对远期的正面情感记忆比较保留，所以患者会对本应保持距离的人重新敞开信任，给予有心人士趁虚而入的机会。而且失智长者对政治常表现出异常狂热，选举期间会出现容易亢奋，对电视节目过度投入，甚至出现疑心病。失智引发的妄想行为，如果跟政治议题结合，可能进一步加剧患者跟家属间的冲突，也让外部有心人士更容易透过政治议题操纵患者的情绪跟判断。Penger 说，有个朋友失智时，银行理专提走3000万，由本人签字文件，最后家人只好认栽。一级嘴炮技术是说，我怀疑你在凑，我没有，我现在订了3万块的罐头，还在等他寄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说好不囤货，结果弄着弄着又买了几万块的罐头，希望我团购可以成功。好，3道防火墙是你现在就该做的事情。我讲了这么多惨痛的案例，你可能已经开始紧张了，紧张就对了。因为失智症这个东西，你不能等到发生才处理，就像你不能等到房子着火了才去买消防器材。我今天给你3道防火墙，你听完之后回家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早期筛检叫 AD8 量表，全名叫做极早期失智症筛检量表。
这个量表总共8个题目，每个题目就是问跟以前比起来有没有改变。他问什么问题？第一个，判断力上有没有困难？比如说，你是不是不能好好处理的财务，做出不合理的决定？第二个，对活动跟嗜好的兴趣降低，就不想动了，想要躺平。第三个，重复相同的问题，故事陈述一直在那边绕着转，我以前怎么样，我当年怎么样，一直绕着转，几十分钟就一直讲同样一个话题，讲到最后想要拿你出来做傀儡的人，发现看这个状况太奇怪了，混不过去，说停，停止。再来，学习使用新工具或设备有困难，很困难哦。我现在要学 AI 都已经快学到没有得学了，结果 Anthropic 的 Cloud 又推出 Dispatch， 就是远端操控电脑，搞得我现在想要弄一台电脑来玩，希望不是 Mac 就可以玩，好不好？那再来，他会忘记正确的月份跟年份。第6个，处理复杂的财务上有困难。第7个，要记住跟别人的约会有困难。第8个，持续思考跟记忆有问题。8题里面，如果2题以上的答案是有改变，就应该带去看神经内科或是精神科做进一步的检查。不用花钱，不用住院，你在家就可以先做。各位，拜托你们，今天回家就帮家里65岁以上的长辈做一次，不要等，就是做一次，跑跑看嘛。而且你这一次做了，你3个月之后可以跟这一次来比较啊。台湾的失智症关怀专线是0800474580，谐音是什么？失智时我帮你。第2道，法律防护，议定监护契约。李景浩说，有一部2020的电影《诈欺女巫》，I Care a Lot， 就是在讲如何从老人身上诈财。对啊，如果一些老人已经很容易相信这个世界的话，很容易宰他们。要怎么跟长辈说要做？你拿一张单子说，爷爷或是奶奶，我有8个问题要问你，你就照着回。你跟他讲说要做什么东西啦，要测你有没有失智症哦，没有这么没技巧吧？没有这么没技巧，好不好？来，议定监护契约，这是2019年台湾新修的民法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你还清醒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如果有一天我失智了，谁来当我的监护人？你选好之后呢，找公证人公证，等到你真的被法院裁定需要监护的时候，法院就会按照你自己选的人来安排。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预立议定监护，法院就会依职权帮你选监护人。法院不一定了解你的家庭状况，不一定知道你跟谁比较亲。李宗贵的案例就是他有做议定监护啊，但是选了一个跟自己不太熟的堂侄，结果堂侄接手之后，照护品质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议定监护要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选对人。再来呢，财务防护、安养信托也很重要。你可以在还清醒的时候呢，到银行办理安养自益信托。什么意思？就是把你的资产交给信托机构管理，每个月按照你设定的金额拨款给你的生活费、医药费。这样做的好处是，就算你失智了，
你的钱也不会被任何人随便动用，因为信托契约是在你清醒的时候签的，具有法律效力。不是你的亲人拿了你的印章就能领钱，不是你的秘书呢带着你去银行就能转账。所以3道防火墙 ，AD8 先做先期筛检，议定监护保护你，监护人可以守着你，安养信托，遇到最坏的状况的时候有信托保护你，缺一不可。而且我再强调一次，这3件事情都要在还清醒的时候做。等到失智之后，你签的任何东西，法律上都可能被认定无效。小心哦，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呢，最后要跟大家讲，我们没有点名任何人，我们要做这一次的总结。今天这一集，我们讲了雷根、柴契尔、菅直人、李宗贵、林芳玉5个案例，横跨美国、英国、日本、台湾，横跨总统、首相、政党、高层、医院、权威，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个失智症面前，他们的学历、地位、财富、权利全部归零。你以为这只是别人的故事？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每8个人就有1个失智。台湾的失智人口已经超过30万，而且随着超高龄社会到来，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大。我今天不点名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今天也不评论任何人的健康状况，但我想请你带着今天听到这些知识，分析你身边的所有人，有没有哪些人，有哪些事件，让你想到今天这一集的情节？有没有哪一个人身边人突然说他忘了很多事？有没有哪一个人以前跟他翻过脸的人，又突然变成他的亲信，突然之间活跃起来？有没有哪个人身边的有心人士正在趁机操弄？我不说，你自己判断。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长辈，有一天他开始忘记那些本来应该记得的事，那些他亲口承诺过的事，那些亲口同意过的决定，亲口指示过的安排，然后有人跟他说你从来没有说过，他也开始怀疑说，哎，我真的有说过吗？你要怎么保护他？答案我今天都已经全部给你了。先做 AD8 量表，然后议定监护、安养信托，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等到忘记了才开始记得要准备。今天我们不是在讲任何人，我们讲的是你家，我们讲的是你，我们讲的是未来。这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很严重，大家要多多思考。再聪明的大脑也有关机的一天。哎，这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无奈啊。好了，今日的这个前段的直播呢，我已经讲到一个段落啦。这边我贴出来我的这个支付宝跟微信，如果各位觉得今天讲的不错的话，麻烦抖个内，我到时候可以把它念出来。还有昨天有一位上海的 Tony 小猫，对不对？他说已经听朱大不知道多少年了，希望朱大可以再创高峰。好，那不然怎么样呢？也不要说再创高峰啦，我最近也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好不好？天天都在直播，所以各位到这边你可以看一看有什么这个要讨论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想要问的事情。我看到 L 小戴在线上了，脑雾会不会对阿兹海默有没有影响？不知道啊。
OWTS 9999，家里也有70老母，每天都电话过去，避免有距离，是真的，真的多跟家里人联络，能够促进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微信二维码被挡住了，我来看看怎么会发生这种该死的事情呢？让我们把它提高一点啊，这样子应该没问题。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会被挡住？你当我很专业吗？台湾可以用 PayPay 吗 ？PayPay 是什么东西 ？PayPal 可以啊。PayPal 我的账号是薛恨，被我的阿宅福利社挡住了。好，我现在拉高，我现在拉高。对啊，老人失智症是社会问题啊，不是针对什么特定对象，好不好？都是这样子啊。那没有任何人可以干，又掉了。妈的，我耳机真是一辈子不知道会坏多少次。PayPal，郭鬼辉，大家晚安。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猪？来，郭鬼辉，明天早上8点半要做运动哦，不要再啰嗦跟躲藏了，你逃不掉的。有网友一直在问可不可以用 PayPal，其实不是不行，但是我想一想，我要记住我的。好了，哭嘛，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来乱？你干嘛？你又想要出门是不是？真很烦呢、有人要用 PayPal 是吧？来，这是 PayPal。好，来，哭嘛哭嘛哭嘛，你又要，他又要跑了，等等哦。这个 Close Fox 说直播信号怎么只给480p？哎，我不知道哎。这个大佑持久说今天第一次支持朱大，想说如果脑部长期缺氧，是不是会有失智的状况？我很怕我的血液都流到我的重要部位，希望听朱大的听众都可以大佑持久。如果你有那么严重的大佑持久的问题的话，你应该老二会先坏死，你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等一下啊、哦，今天为什么只给480p 嘞？我他妈怎么知道？我今天是照标准给，而且我的图什么东西也都是给高档的高档货。好好好，来，你要出门了是不是？来，给你出门喽，出门。哎，乔巴在这，乔巴好久不见了，网友都说要看，来来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各位，嗨，大家好，我是乔巴啊。乔巴好久不见，因为他晚上就不敢待在房间了，因为他觉得我一定会把他抱起来玩，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所以我们左手边有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如果网友觉得不错，可以抖内这个支援一下。然后睽违多日的乔巴紫竹调，那今天跟各位做一个表演之后把它放走。乔巴人老了，好好好，来来来，把你放走，走走走，乔巴，乔巴，走啦走啦走啦，乔巴年老了，不愿意给人家吹完一首紫竹调了，这就是人老的状况象征，非常的无奈，而且搞得我满身都白毛。
哦，微信不能打款，那一定又被封了啊，那还有什么好讲的？我3天2头都被封啊。收款失败通知。哦，因为呢，累计收款限额为1000元，已经超过1000元。啊，不要再通知了，不要再通知了。那我能花到哪里去嘞？妈的，没得花呀。看一下啊，支出查询，哎，我不知道怎么用哎。要扫脸认证，面向荧幕，靠近一点啊！为什么要张嘴？然后通过了。对啊，难道不能把钱汇到我信用卡吗？感觉是不行。好了，没有啦，那挡就挡啊。微信扫不出来，不是扫不出来啊，就是挡了，而且根本也没有到1000啊，狗屁呀、妈，每次大家都骗我，随便随便。是没有 KYC 实名认证，支付宝可以。EGA 说朱大要找亮哥一起健身嘛，他今天那个面瘫其实蛮严重的嘞，他可能自己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是我觉得还蛮严重的，因为其实是忽然间脸就把揪下来了，什么什么敏抖内50元，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加，什么什么羽绒，亮哥又在直播了、哦，不会吧？人家直播上4个 QR code， 干，不要再多说了，马上下微信支付，妈的，怒，说关就关，就这么简单。微信不能打款，对方账户收款受限啊，就是这样子，不是乱丢，妈自己跑掉，好不好？好了，支付宝抖了一个，为什么是？好，没关系，来我看一下哈，支付宝，但大家都不留言哎，下次留个言好不好？什么什么有，谢谢你抖内，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加，谢谢你抖内，什么什么小也谢谢你抖内。为什么支付宝可以放比较久？什么什么米，谢谢，好这样。支付宝备注就20个字，但是大家连20个字都不留啊。重点不是抖内啊，而是留个言嘛，不然我每次都只能拿什么强力油污清洁剂1瓶。哦，支付宝抖的时候不能留言，好吧？对啊，郭正亮那个有点严重哎，你不要讲说什么一定要出来讲讲柯文哲的事情。我跟你讲，他那个状况是真的很像小中风啊。Fox 说，我昨天留了言，头像像是穿那个乔布斯高领毛衣的。小是我哦，对啊，是你啊，谢谢你小。嗯 v Boom， 真是的，他怎么不让大家抖内的时候可以留个言？那是周几啊？
我后面通都失败，好不好？收款限额为1000元，失败，失败，失败，不要再说了，失败，连续4个失败。哦，有这个是刚讲的，哎，又香米啊，换了朱大不知道多少年了，以前抖起来实在不便，希望朱大重新崛起，万事六六通，大顺，上海 Tony 小猫。这个还有人说抖一个补票朱大课程，没了，但是找不到花的地方，请各位看看，我要不要捐给那个大山偏远的小学？Emily Yang 说我的头像是韩国的偶像伊斗俊哦，把它捐掉好了。我看一下呀，反正我这么多钱也不能用，我去捐一下。亮哥那个可以针灸一下。多 Pro 说阿朱，我好久没看你的直播，今天才第一次恢复看你直播。好，我看看哦，领了微信的钱，然后反正他说太多了，不准我花，那不然我们就找个地方抖内吧。但找不到。郭果维说可以捐给你，你有微信吗？我跟青鸟检举你有微信，操妈不知道怎么花哎、支付与服务、生活缴费、Q 币储值、腾讯公益有，我捐个200块好了。给困难老人送粮油，我看一下，等一下，大家等一下，我跟你讲，因为今天题目太沉重，我等下讲一个主语好了。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好，各位，我决定捐这个啊，温暖乡村困境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捐个为乡村困境老人捐出20元，相当于一份温暖。对，杠200，好不好？确认支付200元，各位看哦，200块。好，不错。付款方式、余额，还要输入密码嘞。好啦，付款成功，好不好？各位可以继续抖内喽。有什么优惠啊？真奇妙，这有什么好优惠？好啦，先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我就再把微信打开来，我既然已经抖了200了，应该可以再抖内了，请各位多多支持。好，我跟你讲，我接下来Silent Simon 说，刚乔巴跳开，我有点担心。先前一个 IG 女网红庆祝 WBC 赢韩国就被猫攻击了。但 Dylan Hamilton 说，拿去抖音打赏台湾的直播小姐姐，可以帮助好多可怜、善良、美丽的台湾小姐姐。我怎么不知道？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好不好？
好了，那今日呢，想不到了，对不对？在做了一个这么严肃的内容之后呢，等一下，这个 Jeff Cow 说健康很重要，不要累到眼歪嘴斜。哎，就是这样。沈底义将军是啊，等等等等，我答应了，我要去先call in给我们的那个 L 小戴来 ，L 小戴，希望我的系统一切 OK， 不然到时候又出问题啊！我看 L 小戴能不能讲，他似乎是不能讲。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我就看看我 PayPal 有没有人抖内啊。有人放话了，有没有抖内？没有。潘先生抖了一个什么加入高士调教，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好啊，这个 L 小戴也没有。看看能不能抠成功啊？不知道，因为 L 小戴自从他身体出状况之后，我一直很担心。那成功了，来 L 小戴，哎，你好啊，听到你的声音觉得很开心呐、你是怎么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很多了。一直很照顾我们，但是小弟进去北监蹲了1年之后出来，忽然发现 L 小戴连名字也改了，然后这个状况也不一样了，所以是不是 L 小戴方便的话跟我们讲一下你遇到什么状况？是不是 L 小戴方便的话跟我们讲遇到什么状况？好，我在差不多你进去的时候，那个医生现在是讲说是因为有一起很刺激到我的event，是因为有一起很刺激到我的event，我的猫跌下楼啊。猫跌下楼啊！我的猫跌下楼，对，所以我跑下去把它带到A&E，就那一天晚上就没了。其实那天我还记得，好像是你刚刚进去的差不多的时候。哦，然后刚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我失忆，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一到我到了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是因为我不会回家，找不到路了，对吧？到了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是因为我不会回家，然后我过了大家都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医院里面住了2个月了。过2个月啊！哇！大家都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医院里面住了2个月了。所以那时候。对，我没有印象，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印象。我可以说我现在是恢复了80%到90%吧。可是那最后的那个1到2%哦，是最重要的部分。是短期记忆是不是？对，最后的那个1到2%哦，现在医生可以说是短期。医生可以说是短期，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医生敢讲发生，
我刚开始的时候刚才跟你在听你讲那个 Alzheimer's 的对，情况很相像，只是我的是deep drop。就忽然之间消失，没有任何生理的原因吗？譬如说血管啊，或者出什么状况？不是，刺激到。就是刺激哦。他那个2个月，他把我从头验到，从头验到，对。那这样子要怎么恢复嘞？因为它不是生理症状啊。那时候真的是很，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相信这些 Alzheimer's 的人哦，他可能他不是忘记全部东西的。我相信他不是很 exasperating 很全部东西，因为我知道我还记得这部分，我还记得那部分，可是我连不起来。因为我知道我还记得这部分，我还记得那部分，可是我连不起来。然后最难过的是不会回家，每一次。到现在我跟你讲，我还是不会回家。那这个可是回家这件事情应该是长期记忆了。跟你讲，我还是会回家。加上我跟你讲说，我不准去做工。对，因为他怕你做决定，因为你的记忆不完整。加上我跟你讲说，我不准去做工。对，因为他怕做决定。我倒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啊，所以可是听你讲的那个 Alzheimer's 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发脾气，我把家里的东西砸到不能再砸了。哎呦，可是那你这样怎么回去的嘞？你怎么回去家里砸东西的？不能再砸了。我的弟弟放一个 GPS 的 tag 在我的AirTag。AirTag 像 AirTag 的东西在我的皮夹，AirTag 在我的那个电话，然后他就会看哦，差不多应该回家的电话，然后他就会应该回家的时候，然后就说，为什么你走那边？你现在要停，你现在要去叫 Grab 是你们的 Uber。Grab 也要进台湾了，可能年底就进来。你现在要去叫 Grab 是你们的 Uber。对啊，台湾可能年底就进。我真的是觉得说，真的说人生很短啊。人生很短，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真的，我 decided to share 在这个 program 是要说，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没得避免，可是你可以先这样说，没得避免，可是你可以先 share what， 在你变成很不要等到我发脾气，东西全部砸到，然后这个那个的时候才承认我失去记忆。对，脾气东西全部砸到，然后这个那个的时候才承认我失去记忆。幸亏我是那种比较开心开朗的人，所以我没有那种像要自杀或者这东西。所以。而且其实是很怕，我是很怕，我过了一整年的很怕，因为我不知道我不会回好吗？真的是在一瞬间，现在我还是很怕，因为是在一瞬间，我能开很多大的会议，然后这些东西突然间我这些东西都完了。对啊，一下子。等到我好的时候，我要又再 try back day one。你看，我们有网友说希望你早日康复，也有网友讲说，
希望大家祈祷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或者与之和平共存啊！大家都帮你来个+1吧，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你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惊讶，是我以前只有在电影里面、小说里面看到，我没有想到真的强烈冲击，没有物理冲击哦，就是心灵上冲击，真的会造成失忆，人生真的无常。心理上你真是会造成 correct， correct， 你讲的非常非常，你把我心里要讲出来的那个话讲了出来了。到现在我还是很多东西都不会，我也不要去急，给我到我今年底，然后希望会回去做工啦。就回去然后我就可以支持你啦。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讲，你年底的时候嘞，我也想办法存到钱，我去新加坡找你吃饭，没有什么不行啊。没有，你不来新加坡，我来台湾找你。可以，大丈夫で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在危难之中本来就要彼此互相扶持嘛。其实你跟我是一样年纪，然后我们的生日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也是在3月。所以我有时跟一个朋友讲，我说我认识我不是说认识啦，我是说我很支持一个 YouTuber， 他今年有什么那年你有很不开心的东西，我也是一样，我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天命走到这一刻了，不想相信 the stars and the moon and the whatever you also can't. Well, you will never know. It's destiny. 但我跟你讲，我现在出来，我已经变成 AI 专家了。L 小戴，我之后出去，我可以做你的 AI 顾问了。我现在出来跟因为这个，我知道，我很开心。对啊，所以没有可以打倒我们的。我替你开心，我真的是从心里替你开心。我也希望你可以完整的享受这个开心，不要忘记事情。对，没有会打倒我们的东西的，没有。只要我们慢慢来，被打倒就没有东西可以打倒我们。没有，慢慢来。没问题。没问题，你看网友这部分你跟我很像，我祝福你看我们谁先去。Whether I come over or you come over. Oh, that would be great. That would be great. I hope it's you. Yeah, I'm not that rich. Whether I come over or you come over. Don't worry, you can come over. I'll pay for everything. Well. Let's hope I'm rich enough. Well,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Let's hope that. Rich enough. Wow.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Same. 那个你看，很多网友说希望你早日康复 ，and God bless all our friends here. I wish that everybody be prepared, but don't. If it does hit you, don't give up. If it does hit any of your family members, don't give up. 没错，我们绝不会放弃的。If it does hit you, don't give up. If it does hit any of your family members, don't give up. 好了，所以最后就祝福 L 小戴，希望你一切顺利。Any of your family members, don't give up. 最后就祝福，好吧。I don't know how to close. You just shut it down. Well, I'm not shutting down. I'm just saying that God bless you and try to do something easy, something happy. I see. Yep. Well, that's okay. And don't worry. Everything all right. Get good to night. the end of God bless you and good night. Let's hope everything will become better for you. Don't worry. All r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See you. 好啊，你看，我觉得也真是
很意外，El Shaddai 原来在我在北监的这一段时间也经历这么多。哎，你想象一下，一个女强人，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突然之间什么都忘了，连家都回不去，这个冲击会有多大？这个我真心没办法想象我能不能够撑过去啊！所以这真的是很厉害，好不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来，烟囱哥说，刚开始我买股票下跌才亏钱，那这个后来学会了做空，上涨也亏钱，然后后来学会了期权。那好的，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东西啦。我们现在要谈一下足浴，让大家轻松一点，好不好？那这个刚开始我懂失智，健忘才流行，后来学会理解，反复也别急，然后学会了运动，平日假日都持勤。我最后学会了照顾饮食、睡眠也防病，支持猪大关怀失智。哦，大群通知这个绿界有抖内，我刚看没有。好，我现在我今晚看一类，来绿界，然后我就要跳大家都觉得开心的一个状况啊，叫做粉底翼将军，也就是我们许多人都听过的。这个渊渊说，朱大演绎各种议题的能力超强，很硬的题材都不会让我转评，一定要抖的啦。家人已迈入中度，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然后 TL 说赞助，那 Eastshade 说小抖一下，感谢朱大今日的直播。好了，这个绿界的部分也到了，让我讲一下轻松一点的东西，好吧？虽然现在人已经比较少了，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万众期待的足浴。不是洗脚那个足浴，是这个，哎，我还帮他做了几个影片嘞。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啊，我顺便可以去尿个尿，好不好？来，先看一下万众期待的这个女主长得比男主还要像将军，但是不知道到底谁是将军。女主是一个杀猪的，男主是一个粉底翼将军。那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不是磨刀，是磨皮。好故事还活着。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不是磨刀，是磨皮。好故事还活着。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不是磨刀，是磨皮。好故事还活着。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
阿干等等，忘了开麦克风，好，我先这样讲，足浴呢就是一个100%给女性看的一个影片，那反正什么样子的人呢，就被他网络上扯一句是什么？扯一句就是，里面还有一个金爷长得很像蒋万安呐，然后妈还拿这个去问国台办，干你开我玩笑是不是？国台办可能想说妈你疯了是不是？哪个记者拿来问？那好，我们先讲这个戏呢，本身就是很好笑，好笑也就算了，而且他还间接翻红了另外一个演项羽的演员。为什么？因为何润东的项羽是有练身体，而张先生呢，张凌赫的武安侯呢是有练粉底的啊，长官。你看，我看到范长玉跟刘真两个人站在一起，妈谁是将军我都看不出来呀、有没有看到什么叫做小白脸？连狗都出来了，因为这个是张凌赫自己想说，我他妈要像吕布一样，所以我头上也要长2根天线，2根毛。那我真心不知道啦，但我个人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你看Chris Wang说没错啊，以前武侠拍给男生看，现在拍给女性看啊。Emily Young 说，朱大现在做 AI 的水平可以做3体了，省得去等 Netflix 第2季了。不会啊，快拍完了。那我们先讲，2026年呢，中方开年最大的古装剧叫做《足浴》，足浴不是洗脚那个足浴哦。那播放量号称超越狂飙啊，但是真正让它出圈，就是我本来没有要看哦，我看你做多少广告，我根本不关心，我根本没有要看。但是网友的嘲笑呢，让他搞到我受不了，我就去看。你也该去看 ，Netflix 就有。男主角骑马呢，好像走那个 catwalk， 然后拿着一根方天画戟拿一拿，他妈手酸了，还递给别人。然后上马呢，我猜是没有学会骑马，或者他天生平衡感不好，他上马要吊钢丝，他要吊着钢丝，然后才能够骑马。结果何润东版的项羽啊，14年后因为对比反而翻红。那为什么翻红？因为实在是没有这种一上来就要谈恋爱的人。那 AI 整个磨皮磨到妈天翻地覆。这片女主角打戏很好看的，干用杀猪菜刀可以跟重锤对抗，这个我也是服了。那还没完，更重要的是呢，因为有一个配角他接了 BL 剧，就是男剧。那你今天搞这种剧啊，你男主或是男配接 BL 剧很合理啊。结果因为这样不符合主旋律，就被 AI 换脸，脸白的像跟其他演员不在同一个图层。你看，如果他们脸都已经白成这样，你还可以搞到不像一个图层，那你看要有多白？而且更重要的时候，腾讯视频还被抓包观看记录的 bug， 什么意思呢？有个用户看了1秒钟，就显示已经看完全季啦。妈，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你在灌水哦。然后还有人出什么状况？看现在乔巴搞得我满身都是毛，连眼睫毛上都有乔巴，甚至有人压根没有看过，却出现完整的观看记录。我跟你讲，我刚看完《太平年》，我现在看这个东西，我真心觉得，妈，真的太好笑了。到底是要干什么？你看，男主磨皮，女主磨皮，到底是要怎么样？每天出镜好像要拍那个，好像要拍婚纱照一样。来，所以我们要讲，来，连这个都有定场诗哦。
将军出征粉底先，威牙吊起上马前。数据灌水破狂飙，谁人看过鬼才知。铁娘换脸成纸人，编剧打分更离谱。莫道古偶皆如此，软实力他才心好。我知道刚刚气氛有点沉重，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换口味的轻松一下，好不好？我跟聊一个全网都在笑的东西。我本来没有看，我发誓我本来没有看，结果就因为网络上笑太夸张，说什么男主角啊遇到花木兰，花木兰说这我姐妹啦，然后去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要娶武安侯。2026年了，中方开年最大的古装剧叫做《竹玉》，那是古偶，好不好？古装偶像剧，双平台热度说是破纪录。那这个 Netflix 全球同步上线，一天83个热搜，结果呢，真正出圈的方式是被人家笑。你如果有滑 B 站或小红书，我最近常看到粉底翼将军。今天这个家常呢，不谈地缘政治，不讲飞弹，我跟你讲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影视产业出来的东西荒谬到大家就是以嘲笑为主的话，那这要怎么讨论？它是从晋江文学城的同名小说，由张凌赫、田曦薇主演。我跟你讲，田曦薇没有什么不好，她就是一个甜妹。我看到有网友说，我今天要学田曦薇的妆，结果一画完之后，我发现跟本人简直一模一样。她就是你看到到处都是甜妹的那种样。竹月男主角张凌赫，他演的是武安侯，设定是什么？背负17年血海深仇的落难将军，听起来很硬汉，对不对？就网友一看，这个将军一脸粉底液，皮肤比婴儿还白，磨皮磨到五官都快糊掉了。然后他骑马画面呢，你有没有看过？他骑在马上摇头晃脑，那个气质不是大将军率兵出征，是男模在伸展台上展示秋冬新款。最致命来的上马，你知道古装剧的将军要怎么上马？翻身上去，一脚踩蹬，抬腿跨过去，唰的一声上马，多帅！张凌赫连在马上都要吊威亚啊！这个消息一出就是要吊钢丝，全网炸锅。其他家的男明星趁机发自己单手上马的影片，因为正常叫宣传，正常就是要练啊。B 站上面还出现何润东14年前演项羽的出征片段，网友做了同 BGM， 就是那个姐姐御姐型的歌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歌手，完了，我有失智症。高医生忘说，我这么说 ，Breaking Bad 这种等级的演技，专家表示目前 AI 不可能复制，但朱大讲的这个嘛，还是给 AI 演。那你知道李润东真的很好笑。我去抖音了，我不是跟你讲，我在抖音上面才10几个粉丝而已。妈，因为我一直看那个武安侯，看到妈笑翻。就何润东睡一觉起来，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又火了啊！对，李丽芬。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娱乐八卦吗？有什么好分析的？有。你想想看，整个中方花了多少钱在搞文化输出？孔子学院、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Netflix 上架，他要让全世界看到中方制造的精品内容。结果全世界看到什么？一个将军出征前先补粉底，上马人家要用钢丝吊上去。何润东当年拍戏的时候受访说过一句话，他说剧组会骑马的演员只有他跟徐晃的演员2个人。第一任的马超不会骑马，摔断肋骨，进了医院。所以2012年的时候，还有演员愿意学骑马。2026年上马用吊的，这不是演员的问题，是整个产业链退化，是敬业等级退化，好不好？那网络上还有一堆帮张凌赫洗地的文章，说他拿了道具武器10几斤。身上穿的戏服也有20-30斤，为了动作流畅好看才吊钢丝，他妈不会去练，真是的，讲。
来，那个接下来就很妙了。宋燕，竹玉里面有个配角叫宋燕，是女主角的前未婚夫，原本由演员何昶希饰演。剧播出之后呢，观众马上觉得不对劲。宋燕这角色的脸呢白得发惨，表情僵硬，跟其他演员根本不在同一个图层，跟其他的粉底液演员不在同一个图层哦。你看这个有多严重？那发生什么事呢？因为他跑去接拍的那个 BL 片，就是男片，结果就直接被 AI 换脸啊！换脸有什么关系？换脸就换脸啊，他变成朱战锦。那男恋爱题材的网剧叫做初3的6·1儿童节。好啦，那中国在 BL 剧啊溺爱爆红之后，祭出了新政策，参演同志题材的演员未来不得在任何卫视平台播出，就是卫星电视各省的卫星电视播出的节目跟作品中出现。所以竹玉剧组为了顺利过审上卫视，就何昶希整个人用 AI 抹掉了。你想一下，这是不是很荒谬？那你花了几个月拍戏，演员杀青了之后发了微博庆祝，结果播出的时候发现自己脸被换掉了。他的工作室还默默的删掉所有跟竹玉有关的贴文啊，换脸的效果很差哟，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结果呢，何昶希就硬干呐。何昶希 BL 剧开播当天高调发文官宣他的男 CP， 他文章还设了置顶，网友说他带着男朋友向竹玉复仇。所以呢，在剧中演出安太妃，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安太妃的资深演员田丽都公开说了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为下一代年轻人感到有点可惜。他说这是趋势不可挡，真的有可能被 AI 人物取代真人。这个就妙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数据上也有问题。对了，那个 Erickson 说的没错，竹玉的前半段评价很高，后面就很假无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妆容跟 AI 换脸，现在讲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部剧到底有人在看？竹玉的数据非常夸张，开播15分钟，腾讯站内热度破23000，开播第二天呢，单日的播放量7000万，市场占有率31.4%，官方直接拿来跟狂飙比，说超越了狂飙开播第4天的数据。结果竹玉播放量超过狂飙，这个词条刷一下就上热搜。所以网友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狂飙在播的时候，全网都在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什么档次也配跟我用一样的东西。竹玉播了9集，你能说出一句他出圈的台词吗？有，我杀猪养你。所以啊，齐鲁晚报啊，就是山东的那个报纸，直接讲了，竹玉播出至今没有标志性的名场面跟台词出圈，社交平台讨论的都是老招，颜值啊、CP 感啊、妆造型这些古偶的老三样，社会回应跟他的数据有极大的落差。最精彩的来了，3月9号的时候呢，有网友发现腾讯视频出了一个离谱的 bug， 非会员用户点开竹玉任何一集，看1秒钟就退出，播放记录会显示已看完该集，1秒钟就看完1集。更夸张的是呢，有人说他根本没有主动点开过这部剧，观看记录里面却出现了完整的收看记录，甚至有的人的观看进度显示什么113%，你连看完都不够，你还要多看13%才能达到腾讯帮你设定的观看标准。这件事引爆了竹玉收视率造假的热搜啊！腾讯后来出来道歉，他说页面展示错误不影响站内外显示数据。真的吗？网友的回应说：“你觉得路人还信吗？”从此竹玉被封为瀑剧，瀑布式灌水的剧。好了，我跟你讲一个更好笑的，开播当天单日热搜83个。网友说得好，打开微博是竹玉，打开视频平台还是竹玉，连刷短视频都在推竹玉，我怀疑平台跟我装了监控。83个热搜，30个品牌投放，招商时长接近15分钟，
这不叫观众自发性追剧，这叫平台按着你的头追剧。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2026年开年了，中国内地娱乐陷入前所未有的爆款荒。我觉得太平年很好，但他就是演完了嘛，演完干嘛呢？不急吗？来，好几部 S Plus 的重点剧集全部哑火，没有一部能扛起剧王的大旗。对腾讯跟爱奇艺来说，没有爆款就意味着会员增长停滞，广告主流失。逐玉不是被观众推成的爆款，它是在平台绝望中用真金白银喂出来的。你看隔壁吗？郭正亮脸都瘫了，还在讲柯文哲，我在讲逐玉，你看是不是西线无战事？多开心！好，逐玉的编辑曾真的豆瓣账号大头小谢被网友扒出来，发现他给多部高分国产剧打低分呐，伪装者打1星，沉默的真相打2星，豆瓣评分只有 4.9 的真人版花木兰的4星，到底怎么搞的？品味有问题是吧？好啦，这个是什么？我们稍稍收个尾。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就在嘲笑一部烂剧，不要这么说烂，我觉得它非常像是现在的风格，就林森北路那边啊，真正赚钱的都是南公关俱乐部，小哥哥，大家来打赏啊！打赏！逐玉这部剧的4个问题：粉底液将军、AI 换脸、数据灌水、热搜轰炸，这是2026年至今的对岸的影视工业集体的问题。第一个，审美退化。古装剧的将军呢，不需要骑马，不需要有肌肉线条，不需要有风沙感，只要磨皮磨到像瓷器一样白，这样粉丝才会嗑 CP。结果就是古装剧拍出的将军呢，还不如14年前何润东拍的像有气势。第二个，审查异化，他拍的 BL 剧就不能上台了。我不知道这到底为什么，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也不看 BL 剧。那好。第3个，数据虚无主义。当平台可以制造113%的观看进度，一天可以买83个热搜，播放量可以超越狂飙，但全网找不到一句出圈台词，数据就已经死了。有出圈台词啊，我杀猪羊。你看，整个影视产业建立在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但所有人都假装是真的数字体系上面。第4个更夸张了，我今天问 Cloud 叫我说赶快做，因为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全集外泄啊！逐玉更新到30集的时候，后面10集的 4K 高清片源全流出来，还带着爱奇艺审核的浮水印。剧方紧急报警发声明，但是盗版已经到处疯传。一部号称现象级大爆剧，连自己的片源安全都做不到，这真的是文化输出吗？我跟你讲，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靠买83个热搜买出来的，不是靠灌水灌出来，更不是靠 AI 把不听话的演员从作品里抹掉就能建立的。文化自信就像太平年一样，你拍出来的东西连你自己的观众都觉得是好。正剧不但剧情正，考据正，故事也正。逐玉有没有做到啊？B 站哔哩哔哩的58万播放量的影片告诉你答案，数据造假，成全网笑话。Just 不要说那个男的怎么奶都奶不活了，好几集了，看了好几天，你不要说他妈他给驴吃的药，他吃的一整包，驴都死，但是他没有死，他马上就醒过来，这真的搞不清楚，好不好？我今天家常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笑归笑，希望大家要记得前一集失智症的内容比较重要哦，回去要帮家里的长辈做 AD8 量表。我是朱学恒，我们下次见。来，最后还是一样，请大家投个票。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请按1；你觉得今天内容好，讲的不好的，请按2；然后你觉得今天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请按3。
好不好？请按3，来，快！这个我真心觉得今日这个骗子呢，真的是搞不清状况，而且怎么扯上蒋万安呢？朱凤莲真的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妈，他可能自己都没有看这个《足浴》这部片，就在记者会上被问说：“哎，请问你觉得里面像蒋万安怎么样？”这东西也回得出来，我真心觉得好棒棒，厉害，厉搞。哎，所以说啦，来，各位投完票了没？来，一级嘴炮技术还按5哦。打仗剧情还有更夸张的杀猪刀郭果为说晚安，明早8点健身房8点半哦，不要太早到，好不好？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开开心心的说拜拜了。一般那个金爷还是孙爷，谁像蒋万安？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照片，我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啦？我都不知道哪来的一个戴大盘帽的一个演员说他像蒋万安，到底哪里像了？想不通，对不对？我也搞不通。知。好了，今日还做2段式的直播呢，也很感谢各位的捧场捧场。哎，看在这最后这个时候吗？整个直播用 memory overflow。好啦，没事，就这样啦。今天开开心心的跟大家聊天，置顶的那些产品记得要买哦。2段式直播不错，没有哦，后半段跌到剩一半的网友，好不好？这个谢谢粉底液将军的代赛。来，好了，今天跟大家说拜拜了，好不好？拜拜。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不是磨刀，是磨皮。好故事还活着。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不是磨刀，是磨皮。好故事还活着。条看不见的红线，一键消除一个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不是磨刀，是磨皮。